萧夫人，世子他去了。郡主，你小心些。夫君，不对，裴锦剑法高巧，剪子盖在掌心，指腹有茧的人是常年执笔的裴宇。棺材里躺着的不是裴锦，是裴瑜。活着的这个才是我的夫君，永宁侯世子裴锦。父亲母亲，孩儿无能，今日出城去广元寺进香，回程途中却路遇劫匪。兄长为了救我和雨柔，不幸被劫匪重伤，幸亏遇到张将军回城才救了我等性命。只是没等到我们进城找到大夫，兄长就伤重不治去了。现如今兄长无后，儿子不能让兄长绝迹，愿监替两房，恳请父亲母亲成全。为了白雨柔，裴锦竟甘愿舍掉世子身份，可惜裴锦算逃了一件事，我腹中的孩子已经2个月了。原来如此，裴锦啊裴锦，你打得好算盘。我的儿啊，你好苦的命啊！都是你这个祸害，你还我儿子命来！要不是你非要去上香，还让他们兄弟2人一起护送锦儿，怎么会没命？你这个贱人，当初我就不该把你接进府中。娘，不关雨柔的事，我和兄长都是自愿去的。夫人，你要节哀，切不可伤了身体。鱼儿的话也不无道理。哼，裴锦想用兄长无后，逼着侯府点头监团两房，想的倒是挺美。夫君子嗣的事情，就不劳二叔操心了。还未告知父亲母亲，我腹中已有夫君骨肉，如今已经满了2个月了。什么？侯爷，我已有了身孕。当真？如此大事，嫂嫂为何不早日告与家人知晓？我先前也不知道，是今日入宫同皇后娘娘用膳时，闻到鱼腥味呕吐。皇后娘娘请了御医前来看诊，才知道已经有孕2个月了。本想回府就与夫君报喜的，谁曾想……那嫂嫂又怎么能保证腹中一定是个男胎呢？即便我生的是个女儿，也能求得皇帝舅舅将爵位传给她，大不了日后为我女儿招夫便是。都是你这个丧门星！夫人，母亲，雨柔她……儿媳身子不适，先回恒芜院安胎。竟让你躲过去了。郡主，您别太过伤心，还是要多念着腹中孩子。平日见郡主对骏马也是上心的，怎的骏马去了却不见难过呢？好事叔，如此好事儿，何该笑的？郡主，既然有人为了能与心上人长相厮往，不惜放弃爵位身份，那我们就应该成全裴锦啊。裴锦，你既要假死成全私情，我就送你一程。郡主，您是说死的不是骏马，而是二少爷？是。从摸到裴瑜手上的茧的时候，我就知道死的不是裴锦，而是裴瑜。那灵台上跪着的真的是世子？我猜侯夫人也认出来了，所以才更生气。一个8品小官的女儿，如果不是侯夫人心软，可怜白雨柔小小年纪就没了母亲，把她接到府中照拂，也不会有如今的事端。2个儿子被白雨柔勾的，一个丢了性命，另一个放弃了爵位身份。我还想裴锦哪里有那么大的魄力，为了真爱可以荣华富贵都抛弃，原来是打着肩挑两房的主意。哼，这一胎就是我反将他义军的底牌。表哥，我想去广元寺烧香，祈求能早日怀孕。皇后召郡主入宫说话。既然皇后娘娘召郡主说话，郡主便自行进宫吧。我随二弟和表妹一起去烧个香，也向佛祖祈求一下，能早日赐我和郡主和一个灵儿。世子怎么能……从裴锦带着白羽绒出门那一刻起，这盘棋就已经开始了。郡主，夜深了，歇下吧。今日若不是入宫，我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有孕2月。郡主本该高高兴兴把这个消息告诉世子爷的。是啊，原本想给裴锦一个惊喜，没想到先接到的是裴锦给我的惊喜。皇帝对我比自己的公主都要疼爱，因藩邦求娶公主和亲，舅舅亲生的没有合适年龄的，就有人把主意打到我的身上。和亲的主意竟打到昭仪头上了。昭仪绝不远嫁，有舅舅在，没人能逼你。永宁侯府世子裴锦，朕瞧着正好，传旨赐婚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骄阳郡主林昭仪与永宁侯府世子裴锦择吉完婚。城东新出的酥糖，你不是喜欢？世子爷，雨柔姑娘说今日胃口不好，晚膳也没怎么用，送过去。骏马对雨柔妹妹格外的好啊。我与表妹自幼一起长大，
我拿雨柔当亲妹妹疼的，你这个做嫂嫂的竟还吃起小公子的秋了。亲妹妹还真是情深，既想保身份，又想抱妹妹，真是好算计啊，裴锦。郡主醒了，去回话，就说我昨日动了胎气，今日不去领前守灵。是。什么事儿？昨晚听何轩要了3次水，还真是迫不及待呢。今早夫人大发雷霆，将二少爷、二少奶奶好一顿责骂，因是家丑不能外扬，便以没保护好兄长为由，让二少爷给世子爷守灵，又罚二少奶奶跪3天祠堂。二少爷还想求情来着，却被夫人指着鼻子骂，给堵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你可曾对得起你死去的兄弟？裴宇死的不值。师叔，走吧，我们也该去给世子爷上炷香了。二弟与二弟妹真是伉俪情深啊，只可惜你大哥在天有灵，看着他拼死救回来的弟弟弟妹，在他的灵前鸳鸯交颈，不知作何感想。昭仪，你听我解释。大胆！裴玉，谁给你的胆子敢直呼本郡主闺名？郡主，嫂嫂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就不必了。你敢当着世子的面说你不曾做过对不起世子的事吗？既然二弟不曾将世子与我视为兄嫂放在心上，从此我们大房和你们二房再无瓜葛。也请二弟不要随便出现在我面前。郡主，世子方才那张脸，真该叫全府的人都看看。他心虚，自然难看。好了，戏还没完。7天后，裴锦下葬了，从此我就真的成了寡妇。我不管其他，只管好生养胎。嫂嫂，雨柔来看看你。放下。自从大表哥去了，雨柔夜夜难眠。昨夜还是二表哥守着雨柔，劝了许久，雨柔才睡下。从小2位表哥就最疼雨柔，嫂嫂不会怪雨柔吧？二弟与弟妹夫妻恩爱，自然是好事。只是侯府还在校期，虽不求二弟为骏马守孝，可若传出什么运势，丢的就是整个侯府的脸。广元寺的香若真这么灵，也不知骏马泉下有知会怎么想。嫂嫂，雨柔，弟妹听不懂也无妨，只要记住便是。雨柔先告退了。这回白雨柔怕是好几天都不敢来了。师叔，传话下去，从今往后取消之前给二房的所有补贴，再通知账房，以后二房所有花销从宫中提取超过50两，都要由我林昭仪的对牌。是。白雨柔既然有闲心跑来炫耀，看来还是吃得太好了。怎么回事？大厨房还敢克扣我的分量？厨房的下人哪里有这样的胆子？想必是郡主嫂嫂的吩咐。可是白雨柔哪里做得不好，得罪了郡主嫂嫂，让郡主嫂嫂这般责难于夫君。我倒要去问问，林昭仪又耍什么郡主威风？二少爷，我家郡主说了，如今身份不比从前，还请二少爷稍待，奴婢通传后再来回您。我家郡主请二少爷进去。敢问嫂嫂，为何克扣我们二房的份约？克扣？二弟想来是记错了。我们大方为嫡为长，按祖宗规矩，将来侯府家产大方占70%，其他30%由几个弟弟平分。之前二房一用度与大房无二，是夫君看着二弟与夫君一母双生的份上，让我额外补贴的。如今不过是收回了补贴，一切按规矩办事罢了。可是我哪里惹了嫂嫂不快，才让嫂嫂收回了补贴？我给嫂嫂道歉，还请嫂嫂不要为难夫君。弟妹可别误会，
不过是按规矩办事罢了，又哪里扯得上是你惹我不快了？要说不快，也不过是我替去了的夫君心寒而已。既如此，是我误会嫂嫂了。是雨柔失言了，这回总算堵得他们没话说了。若不是这个孩子，我如今还真未必有这份底气。为了这个孩子，我也得争下去。师叔，之前让人去查的事有消息了吗？回郡主，已经说好了，郡主明天就能看场好戏了。郡主，侯府门前来了个姑娘，然后呢？叫媚儿，是红绣坊的亲勤。媚儿说怀了裴锦的骨肉，自赎自身来投奔裴锦了。如今已经被夫人叫进正厅。哦，这场好戏我可不能错过。见过母亲。昭仪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还怀着孩子，这段时间受了委屈，不必在意那些规矩，好好将养身体才是正理。也是想念母亲了。还有一事，也该禀报母亲。儿媳已将之前给二弟与弟妹的份例外补贴取消了。你做主就是。以前也是你们做兄嫂的疼他们，如今按规矩办事也是应该的。这是，冤孽呀！说是你二弟在外头的相识，如今腹中有了他的骨肉。哦，已经有了二弟的骨肉啊。孩子多大了？回禀郡主，不到2个月。既然已经有了孩子，万没有让侯府血脉流落在外的道理。鱼儿，你就纳了他吧。只是如今还在校期，不宜操办，直接把人领回听和轩就是。谢夫人成全。二少爷还记得吗？那晚二少爷在船上喝醉了，说最喜欢听媚儿唱南枝调。二少爷还说，改日要替媚儿赎身。二少爷近来清简了，媚儿看着心疼。这些话你都是从哪儿听来的？二少爷说过的话，竟都不记得了吗？可媚儿腹中的孩子，总不会认错父亲。郡主，听和轩这几日可热闹了。那个媚儿才进门没几天，就把世子勾得留宿在自己房里。白雨柔日日哭闹，裴锦又得去哄她赔不是。听和轩越热闹，我越省心。方才白雨柔又去给侯夫人请安了，看样子是想让侯夫人为她做主。她倒是先沉不住气了，可惜婆婆不会管。媚儿肚子里怀着的可是二少爷唯一的血脉。郡主说的是。白雨柔从一开始就错，她以为裴锦为了自己放弃爵位，就是一生一世的偏爱。可在子嗣面前，这份深情又算得了什么？郡主，雨柔小姐方才在侯夫人那儿被训斥了一顿，红着眼回听和轩了。这下她只怕更坐不住了。白雨柔咽不下这口气，3天之内，听和轩必有热闹。郡主，听和轩那边闹起来了。说，白雨柔今早让媚儿跪在青石板上立规矩，说是教媚儿伺候笔墨，结果硬生生跪了1个时辰。妾室才进门几天，她就摆起主母的架子。不好了，郡主，媚姨娘见红了。去听和轩。
好端端的，怎么回事？我的孙儿啊！母亲，白雨柔，你还有脸叫我母亲？你当我不知道？你好狠的心啊！那可是鱼儿的血脉。柔儿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你明知这是……我没有，我只是想让媚儿学规矩，我没想害孩子。传我的话，即日起，媚宜阳抬为贵妾，月例翻倍。至于白氏，禁足3月，抄女戒百遍。母亲息怒，先让大夫替媚儿保胎要紧。哎呦，去请大夫。郡主，听说白雨柔回去后，把整套雨过天词茶具都砸了，碎瓷片还划破了裴锦的手背，气得裴锦甩袖就走，当夜就宿在媚儿屋里了。听何轩这出戏倒是越唱越热闹了。前些日子撤了2房补贴后，裴锦果然坐不住了。裴锦过惯了金尊玉贵的日子，如今花几10两都要拿我的对牌，裴锦自然忍不了。郡主猜怎么着？今儿个天没亮，就有人摸黑往书房钻，被咱们安排的婆子当贼给拦了。裴锦这是急着去取私房钱，贴补他的小心肝。看来裴锦的小金库就藏在书房了。给我搜！郡主，今日是有什么喜事吗？看你这么开心。母亲有所不知，今日整理世子遗物，竟然找到了世子留给孩子的私房。想来世子是一早就给孩子攒着的。既是锦儿的东西，自然是留给你腹中孩儿的。你替孩子好生收着吧。如此，就多谢母亲了。儿媳会好好替腹中孩儿保存的，这毕竟是他早逝的父亲给他的一份心意。对了，明儿把西跨院收拾出来。郡主的意思是，就说林昭仪体恤媚儿小产上身，让媚儿单独住着将养。是，奴婢这就去安排。郡主，马厩那边闹起来了。可是世子爷那匹乌云踏雪，正是呢。那畜生见了裴锦就发狂，4个马夫都拽不住缰绳，裴锦的袍脚都被撕下一片，眼下正在一旁发火呢。他倒是认主。一群废物！二少爷，这马从前只认世子爷，如今怕是认生了。郡主笑什么？踏雪发疯了，那可是裴锦16岁驯服的烈马。当年裴锦骑着呼云踏雪来接我过府，何等意气风发。如今倒好，被自己的坐骑当众扒了皮。瞧瞧去。二少爷当心，这畜生今儿不知怎么了，见了您就发狂。二弟这是演哪出？莫不是学骏马驯马？可别伤着筋骨。老嫂嫂挂心，这畜生野性难驯。要我说，畜生比人实诚。他既认生，二弟往后还是坐轿稳妥。临近预产期，我的公主母亲一早派了4个产婆入住侯府。从今日起，
你们4个守在侯府，寸步不离。郡主，再使把劲儿！生了，是个小公子。郡主，宫里的赏赐跟流水似的往府里送。舅舅这是在给我撑腰，也在警告着其他人别打什么歪主意。郡主，裴锦派人送来这个，说是给小公子的满月礼。郡主，裴锦怕是急昏了头，哼，竟忘了模仿裴瑜的自己。裴锦，这可是你自己送上门来的把柄。母亲您瞧，二弟这字越发有长兄风骨了。到底是血脉相连的兄弟，只是鱼儿从前最不喜临帖，如今倒是转了性子。郡主，夫人说想看看小少爷。正好，我也该去请安了。母亲，儿子知错了，求母亲帮儿子挽回昭仪的心。混账东西！现在知道错了，当初装死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后果？来，让祖母抱抱。乖儿子，叫爹爹。二弟好不知所谓。我父虽死，却不是什么人都能当我孩子的父亲。嫂嫂误会了，兄长去的突然，我不过是想，孩儿不能没有父亲教导。好一个手足情深！兄长尸骨未寒，某些人就在灵堂后头要了3次水，这样的品行，也配教导我的儿子？昭仪，夫人，你非要逼死全家才甘心？二弟说什么呢？母亲这是老毛病了，快去请太医啊！去把皇后娘娘赐的安宫牛黄丸取来。那丸药是御赐之物，若母亲用了，整个京城都会知道侯府出了大事。不用了，老毛病了，谢谢就好。母亲放心，昭一定会好好教导小公子，让他记住谁才是真正的亲人。郡主，夫人方才悄悄掐了自己人中。裴景若这么急的想拿回世子之位，我就更该让他明白，有些东西失去了，就再也拿不回来了。郡主，天河轩有动静了，二少奶奶有喜了。裴锦竟真敢在校期弄出个孩子，消息已经传遍侯府了。走，去正院请安。恭喜二弟，这下母亲可算能安心了。快去让厨房炖补品，给雨柔好好养着。只是校期传出喜讯，难免叫外头非议侯府。嫂嫂又何必如此咄咄逼人？我不过提醒一句，何来咄咄逼人？郡主，小公子又烧起来了，立刻备牌子入宫。风月，
没有我的话，谁都不许进出。郡主，说，谁让你害主子的？二少爷说，小少爷若没了，他的儿子就是。这不可能！夫人，今日除了祭奠亡夫，还要请诸位替我做个见证。1年前，有人假死欺瞒天下，更有人胆敢谋害皇室血脉。昭仪，你裴瑾，妾该受偿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假死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买通奶娘下毒？这不可能！锦郎的印章明明……不，昭仪，你听我解释。来人，把这个欺君罔上的逆贼压下去！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永宁侯世子裴瑾欺君罔上，着革去爵位，流放3000里。母亲，求求母亲，求母亲看在孩子的面上，锦郎他……住口！老夫人，奴婢有要事禀报。白雨柔肚里怀的不是裴瑾的，是侍卫统领的贱人！滚药！滚药！白雨柔病逝的消息传遍侯府，从今往后，这就是侯府的世子。郡主，求郡主放奴婢出府。你立了大功，奴婢不敢居功，只求活命。去吧，永远别再回京城。谢郡主。郡主，要不要去看裴瑾最后一眼？不必。郡主，侯爷派人来问，明日是否按例开祠堂？开？怎么不开？去告诉针线房，连夜赶制世子的吉服。等等，去库房把那只翡翠长命锁取来。郡主是要给世子带着进祠堂。侯爷，宫里来人了。永宁侯府接旨：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永宁侯府世子嫡子准袭爵位，加封长安君。谢陛下隆恩。郡主，裴瑾天不亮就被押出城了。郡主，您看，
手札里头详细记录着他与白以柔的每次私会。转眼到了孩子百日宴。听说裴瑾在流放路上还想逃，结果被官差打折了腿。该，咱们小长安军可比那起子混账强万倍。昭仪，母亲对不住你。母亲言重了，都是一家人。郡主，侯爷病倒了。我亲自侍奉汤药，却在药方里悄悄减了味人参，直到侯爷薨逝。奉旨追封长安君承袭永宁侯爵。郡主，小侯爷性子温厚，待下人也亲善，半点没有世家子弟的骄劲。母亲，先生说糖豆是兄弟情深，为何府里只有我一个？长安是我和皇外祖的独宝，自然要独得所有疼惜。裴瑾流放后再无确切消息，有人说他死在匪患路上，有人说他瘸着腿隐在江南。可对我来说，他早在那口棺材里换肤的那一日就已经死了。草民聂影见过侯夫人。免礼。听闻聂交手曾在边关抗敌立过战功，只因面容被毁，伤了根本，才退入江湖。回夫人，刀剑无眼，草民能捡回一条命，已是万幸。长安是我的命根子，教头既是三皇子引荐，想必有真本事。只是侯府规矩大，莫要生出什么不该有的心思。草民明白，万载晚些。永宁侯府不传之秘，破云剑法的独门起手式，外人绝不可能知晓其中关窍。本该死在江南瘴气里的废人，竟然改头换面，想通过三皇子重新踏进侯府。好啊，裴瑾，既然你非要从地狱里爬回来，那我就再送你下去一次。世叔，去请聂教头来一趟，就说我想问问长安的武客。是。见过夫人。聂教头辛苦了，请坐。教头教导长安尽心尽力，这杯雨前龙井配了些黄连，最是清新效火。聂教头尝尝。多谢夫人赏赐，小侯爷根骨极佳，是个习武的好苗子。长安的父亲去得早，若先侯爷还在，见长安这般敬业，定会欣慰。说起来，聂招头的身形和出剑习惯，倒与先侯爷有几分相似。夫人说笑了，草民仆两之躯残破不堪，怎敢与先侯爷相提并论？也是，先侯爷再怎么说也是侯门贵公子，哪里吃过聂教头这般道？聂教头身上的那股阴沉狠戾，确实不是侯府公子学得来的。三皇子费心举荐，我自然信得过聂教头的身手。只是这京城不比江湖，侯府里也处处是看不见的光剑影。聂教头继承了长安的师傅，那便只能是长安的师傅。若借着侯府的事去掺和别人夺嫡的局，一旦踩空，可是会粉身碎骨的。草民此生别无所求，只愿尽心教导小侯爷，绝无二心。郡主，奴婢看着这聂大丑，总觉得那双眼睛阴森森的，叫人不舒服。阴沉就对了，从地狱里爬出来的恶鬼，能不阴沉吗？去告诉大厨房，聂大肘旧伤未愈，需要大补。每日膳食里多加牛羊肉、海产这类异物。是。把这封信暗中送去公主府，让舅舅留给我的暗手去查三皇子近3年在江南接触过什么人，尤其是黑市和流放之地的官员调度。想背靠三皇子回京复仇，裴瑾也不看看这京城到底是谁的天下。
郡主，三皇子殿下突然造访，说是路过侯府，顺道来看看聂管头和长安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走去前院迎客。少仪表妹，别来无恙啊！殿下折煞臣妇了，侯府寡居之人，当不起殿下这声表妹。父皇常夸长安聪慧，如今看来，这身子骨也被聂教头打凹得结实。表妹一人撑起这偌大侯府，实属不易。若朝堂上有什么难处，大可来找表兄。多谢殿下体恤，有皇帝舅舅的隆恩庇佑，侯府上下自然一切安好。谁若敢欺辱侯府，臣妇手里的御赐金鞭，也不是吃素的。表妹说的是，恰好今日有空，不如让聂教头陪长安过2招，也让本皇子瞧瞧长安的敬意。既然殿下有兴致，长安去陪你师傅练练。收花！长安，师傅，放肆！误会，误会！这狗奴才手脚笨拙，险些伤了小侯爷，本皇子定重重罚他。师傅，你流血了。去拿本郡主的对牌，即刻请太医院院判过府。聂教头救主有功，本郡主定要让御医为你好好诊治一番。夫人不可，草民见屈，怎配劳烦御医？这如何使得？表妹，不过是点皮肉伤，何必惊动太医院院判？若是传到父皇耳中，恐怕要说表妹为了个下人恃宠而骄了。恃宠而骄，我儿乃陛下亲封的长安君，聂教头为救他受了这么重的伤，便是豁出我这郡主的脸面，也断不能让侯府背上刻薄寡恩的骂名。三表哥若是怕被陛下责问，管教下人不严，冲撞了长安君，大可现在就进宫请罪，臣妇绝不阻拦。你好，表妹既然如此体恤下人，本皇子就便不跟着掺和了。带长安先回内院压惊。教头伤得不轻，还不快把人扶进偏厢房候着？可得让太医好好瞧瞧。微臣给郡主请安。免了，张院长，快去瞧瞧聂教头吧。教头为了护着长安受了箭伤，这伤口可得好好处理。草民自己服些金疮药便是，实不敢劳烦院判大人。按住他，讳鼻忌医可不是什么好习惯。禀郡主，这腿伤似是几年前遭过重击，且骨头断裂后未曾妥善正骨，倒像是受过极重的刑罚所致。哦，是吗？既然受过重刑，想必底子早就毁了。既然如此，脸上的毒疮更不能耽搁了。是说，去把聂教授的面具摘下来，好让院长大人施针上药。夫人不可，草民容貌可怖，恐惊扰了夫人。本郡主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？摘！先侯爷，院判大人莫不是老眼昏花了？先侯爷早在几年前就已下葬，哪里来的先侯爷？草民容貌丑陋，惊吓了大人。张院判，你也是太医院的圣手了，怎么也如市井村妇般大惊小怪？先侯爷容貌清俊，风姿玉丽，岂是这等满脸毒疮、断腿残躯的江湖草莽能比的？天下之大，容貌骨相相似者并非没有，难道长得像就能到侯府来乱认宗亲了不成？郡主恕罪，是聂教头虽然老眼昏花，一时有那么1-2分神似，但先侯爷乃天无贵贮。此人一身粗鄙之气，微臣实在该死，竟冒犯了先侯爷的威名。知道该死就好。那张院判就好好给这位聂教头看看，他这脸上的毒疮和身上的伤到底该怎么治？回郡主，聂教吏这毒疮乃是尸毒衄血，加上旧伤未愈，气血逆流所致。
若要根治，需每日以滚烫的药水敷面1炷香，再敷以金针刺血，将毒血生生挤出。只是这过程犹如烈火烹油，剔骨削肉，痛不欲生。且要连续施针749日。叶教头为了救小侯爷，连死都不怕，这点痛算什么？张院判只可用最好的药，最长的针。教弟，你可得好好受着，莫要辜负了本郡主的一番苦心。草民，多谢夫人恩典。这侯府的茶好喝吗？这师傅的位子好坐吗？你以为你戴上面具，改个名字，像条狗一样去舔三皇子的鞋底，就能回来把侯府重新攥在手里，就能利用我儿子翻身？林朝义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直呼本郡主名位？你不过是个死在流放路上的乱臣贼子。你想借着长安上位，我告诉你，只要我活着一天，你就只能是跪在我脚下的奴才。来人，把聂教头带回偏院，按验判的方子好生伺候着。好戏才刚刚开始。舅舅的暗卫果然手段通天。三皇子这几年竟在江南私铸兵器，侵吞盐税，这可是谋逆大罪，甚至暗中豢养私兵。聂隐也不是什么江湖教头，裴瑾是三皇子在江南收编的亡命徒首领，替三皇子干尽了黑夜里见不得光的脏活，以此换取了回京和接近长安的机会。裴瑾以为他攀上了夺嫡的通天藤，却不知裴瑾握住的是一道催命符。放肆！舅舅，三表哥糊涂啊！他竟将这等身背谋逆诸罪的亡命之徒安装进侯府，还成了长安的师傅。若非他意外受伤漏了端倪，长安的性命乃至我长公主府的安危，只怕都要成了他图谋不轨的祭品。好一个好儿子，连朕的外甥女都敢算计。昭仪放心，朕定护你母子周全。谢舅舅。放开我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我可是皇子！你们放开我！裴瑾，你以为藏在三皇子身后就能翻盘？你错了，你自以为是下棋的人，却不知道，你只是我用来连根拔起三皇子势力的一块踏脚石罢。如今你的价值耗尽了。一切都结束了。母亲，您看我这字写的如何？极好，自有铮铮好骨，才配做我永宁侯府真正的主人。这侯府的天下，终究是干干净净，岁岁长安。